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178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纵观整一个 NBA 联盟的新鲜血液当中，东契奇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比较突出的一位球员。20出头的年纪，打球的风格却像极了一个老大爷，并不是贬义哈，意思是他稳健，有着他这一个年纪所没有的沉稳。国外也称他为欧洲魔术师，评价非常高。我身边也有特别多他的球迷。而在上一个赛季，东契奇脚下一直穿着的是 AJ 的 Zoom Separate， 也被称为东契奇0.5代。那一双鞋虽然我并没有穿过，但是我身边的东契奇粉丝朋友是穿过这一个鞋的，跟我说那一双鞋的实战表现就是一双各方面都 OK， 但是没有啥突出优点的篮球鞋。那今天属于东契奇的签名鞋来了，这一双东契奇1代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？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亚当。本期节目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。在外观方面，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？我手上这个配色以白色为主，并且加了少许的蓝色作为点缀，跟首发配色相比的话，会比较清爽一些。我个人会更加喜欢浅色的球鞋，但是这纯白的鞋面穿它出去打球啊，高低随身得带一把刀。在鞋舌处有着一个东契奇的个人 logo， 在球鞋的内侧鞋面上面印着 Non desistas non exilis 的字样。这是拉丁语，意思就是永不放弃，永不投降。而在球鞋内侧上翻的橡胶上面印着一些这一双鞋就是乔丹的卢卡1代，在最后一行上面交代了这一双鞋身上用的一些科技。外观方面整体还是比较简洁的，并没有特别多的球星个人元素。那作为一双球星的签名鞋，个人感觉啊，球星的元素还是略微偏少了一些。而在实战方面，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。大底应该算是这一双鞋身上比较糟糕的一个地方了。球鞋使用了大面积的直线纹路，不过针对横向以及纵向都有相对应的纹路来应对。在抓地力方面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球鞋使用的全掌水晶地材质的大底橡胶特别容易吸附灰尘，对于球场的要求特别高。我打球的场地其实条件已经算是比较不错了，但是穿它实战的时候，依旧需要不断去擦拭鞋底，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。在吸灰方面的表现真的是有点拉了。那如果你打球的场地灰尘比较多，那是不是要购买这一双鞋，还是要考虑清楚。不过它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，球鞋使用的橡胶硬度还是比较高的，用它来打外场也完全没有问题。不过如果你要选择这一个鞋款进行外场的实战的话，那我还是不建议大家购买这种浅色的配色的，不然被踩一脚那可心疼啊。而在中底方面使用了全新的泡棉科技 Formula 23，这种泡棉在脚感方面并不惊艳，它并不软，但是它有着非常明显的吸震效果，在缓震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在用脚后跟落地的时候，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震脚感。那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，那它可能并不能满足你。它的缓震仅限于够用的水准，毕竟全掌的泡棉你也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。不过它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是不错的，在突破的过程中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泄力感，并且中底的厚度还算比较适中，场地感方面也还算 OK。中底的前后掌落差是非常小的，像极了穿着一双板鞋的感觉，让你站在球场上就有一种胜如佛的感觉，无欲无求。而在鞋面方面，使用了大面积的 flat wear， 加上部分的普通针织材料，还在鞋面上面加入了特别多的热熔材料进行额外的加强。flat wear 就是 AJ35 身上使用的那一个鞋面材料，而穿过 AJ35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这种材料是非常优秀的，在强度方面的表现非常棒。像东契奇这样特别喜欢做后撤步以及变向的球员，那对于球鞋的侧向支撑要求是特别高的。而这一双鞋的鞋面材料在强度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，穿这一
双鞋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。而在包裹型方面，它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。球鞋的整体鞋楦是正常，略微偏宽一点点的。如果你的脚型是正常脚型或者略微偏宽边窄，都可以选择它，并且都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包裹体验。不过大家购买了这一双鞋之后，一定要记得把鞋带重新穿一下，最后一个鞋带孔一定要从内部往外穿，不然你很难系紧脚踝处的鞋带，脚踝处会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，体验不是很好。但是从内往外穿之后就会完全不一样，脚踝位置也可以得到非常优秀的包裹体验。球鞋在整体的锁定方面做的也非常好，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现象。在做一些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，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任何的滑动，表现非常棒。在整体的支撑性方面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，鞋面的支撑性表现非常不错，前面已经说过了。虽然中底的橡胶并没有做出明显的上翻，但是 Flatwear 鞋面加上大面积的热熔材料加强，让它在球鞋的侧向支撑方面也是完全 OK 的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球鞋的整体刚性也是非常强的，用手基本上没有办法掰动它。穿这一双鞋做变向动作的时候，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脚底下的球鞋它的整体姿态保持的是非常好的，整体的强度非常棒。而在足弓处也做出了明显的内收，在足弓支撑方面也是完全够用的。后跟处的强度也非常高，非常硬，保证了球鞋在后跟处的支撑性以及稳定性。加上它超级宽大的大底，并且在前掌也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外扩设计，并且它的中底缓震材料硬度也是明显偏硬的，形变的空间是非常小的，让它在整体的稳定性方面表现也非常优秀。穿它打球安全感满满，不会有一丝的不放心，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非常优秀。在重量方面，单支42.5码的卢卡1重量是371克，在重量方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。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8.6分。这双鞋除了吸灰方面的表现并不太理想之外，在其他方面它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，就是一双各方面都很不错，但是又没有特别明显倾向性的一双篮球鞋。那比如说倾向外线球员啊，或者是倾向内线球员，它就是一双1到5号位都可以选择的一双篮球鞋，像极了亚瑟士的篮球鞋，各方面都不突出，但是各方面都很不错，就是这样一个鞋款。不过现在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有点偏高了，那如果价格能够到达500左右，那它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并且它所搭载的这一个全新的中底泡棉，不知道在衰减方面表现会如何，这个还是有待考证的，我觉得还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。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42.5是非常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而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，略微偏宽一点点的，正常脚型或者略宽略窄都可以选择它，对于脚型的适配性还是比较广的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支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大家有空来做 Peace。